以前提到房車，大家可能會想到那種體積巨大、價格不菲的 C 型房車。可現在，宿營車、輕房車、新能源汽車，甚至兼顧城市通勤和周末露營的車型，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了展會上。從9萬元就可以帶回家的極簡露營車，到600萬元一台的防彈4驅移動城堡。我想問一下，這種車一般誰來買啊？就是為什麼會有人開這樣的車？出去又是幹什麼呢？有的人買的話，為了抵稅。從最基礎的床車方案到水電暖齊全、設計精緻的移動小屋，中國房車市場的選擇已經變得越來越豐富。所以這一次就跟着 Jade 來到北京和上海，逛一逛中國最大的房車展，看看房車展裡都有什麼呢？為什麼你們這個在房車展裡賣錯？因為我們跟人家那個公司有合作嘛。进行參觀登記，經參觀房車展的觀眾提前掃描流程柱上的2維碼進行參觀登記。經參觀房車展的觀眾提前掃描流程柱上的2維碼。Sprinter 144 4x4， 電池箱在這裡，集成式的空調，那是水箱，焊接的 stainless steel。這是 Sprinter 4x4， 特別高，整個視野，好喜歡。這車是 Sprinter 4x4 加上這個整車是賣多少錢？148萬。148萬。車本身是多少錢？車本身呀，你說光底盤裸车呀？啊，对。就開一個洞。我不太了解。灰水槍有多大呀？這車70。清水呢？100。電實度主要是通過這是柴油車吧？對，柴油。就是通過柴油轉化成電能給新車發電。新車發電。這個車的圓頂在嗎？圓頂。對，就在保安全性。啊，那沒問題，不影響。這個是一個廁所，只是給你們反面展示一下。這洗衣機多少公斤啊？5公斤、8公斤，差不多。這是有暖氣柴暖的嗎？這個是有的。這個做飯是靠電還是靠氣啊？燒這個裡面才有的那個。哦，就是用車的柴油來燒氣，然後這還有一個排氣扇。監控就是4維監控。對对对，前後左右嘛。這是多少度電呢？15度。15度電。這個車價格大概多少啊？27萬5。現在是這個價格整體在降，是不是？我感覺这个房車越來越便宜。比上次去要降了很多。去年是30多萬。去年30多萬，現在是20來萬。對的。為什麼現在價格反而在降呀？也有點競爭嘛，因為現在越開越多，比往年又多開了2家嘛。購買群體畫像是什麼？退休的比較多，就好多客戶，前幾天也有2個客戶，說什麼退休了，開個熱車，也就1個人嘛，有些是夫妻2個來，說到處玩。價格越來越便宜哈，16.8萬整車的價格，看這個40萬左右的車，上面還帶一個這麼大的露台。師傅，你買房車最關注哪點呢？其實我買房子就是車子要好開，要有動力，對，要開，對吧？這是排在第一的。那這款車的話，它就是用電無憂的車型，31.18度電，增程式的混合動力。它這種是升頂房車的話，它就能下地庫，好開好停。像新能源的話，它就用電無憂了，而且4驅3把手，越野能力很強，加了一個防爆漆，全車的一個防爆漆，36.8萬的指導價。嘗一下，哎，還有紅棗醋和西梅醋，這個有點中藥的感覺。跳完以後你去看一下，謝謝。目前我們是全網最火的新能源房車，就是挖拉紅。上面是一個升頂，降下來。這就是我們的2樓了，上面可以睡2個人。能做飯的嗎？能做飯。咱們後尾門上面有一塊模具板，可以放電磁爐。電磁爐燒飯。這有多少度電啊？這車？58度。58度電，就整個車是電車是嗎？對，純電。我們充電快充的話，20%到80%，只要18分鐘。那就只能在城市，不能去太野外的地方吧，因為沒有充電樁它就不行。從邏輯上來講是，但是如果確實有的這個需求的發電設備啊之類的。因為我們在房車展上訂車的話，電視機、電視架都含的，包括後面的床板以及我們折疊床下來的這個床墊全部送的，全國16.999萬。新能源房車，這個走進去還是蠻好的耶。哇，這個好寬敞啊！這可以睡，好像我
覺得可以睡6個人，蠻寬的，8000克洗衣機呢，冰箱也蠻大的，洗漱在這裡。展會價格35萬，它相當於是個卡車底盤嘛，因為感覺很寬。对，轻卡底盘，柴油車，底盤38度電，上裝5度電，整車43度，底盤電用到上裝使用也沒問題。就是相當於3種充電方式，車的電，行車發電，行車發電，然後新能源的快慢充接口，還有那個市電直充給上裝充電。那個是柴油火灶嗎？對，柴油灶，就相當於柴油灶，然後暖氣是柴油，然後車本身是柴油車。5輪特光展這個樣子，這玩意兒巨大，400毫升生活清水，30度锂電，大水大電。這個車你們展會價格是多少？32萬8。好像這種 B 型車都是30多萬，30多萬，基本都30多。拖不当心啊，慢点。背拖，哇，像一个很空旷的小帐篷那種感觉，不敢想象停到野外这个風景會有多好，特別開曠。你們這個是多少度電呢？32度電，用的原車的電，插電20出頭。 20出頭，那還蠻便宜的。對，基礎車型的話是10周左右。這車沒有衛生間，沒有淋浴。主要做的是越野，做越野輕。外擴的，就這個，打開，然後它裡面會有一個掛子，這麼一掛，然後可以淋浴，熱水冷水都有。等於說還有熱水器是吧？有熱水器，帶相機的。哦，你們電池是放在哪裡？還是說用只用的車？座椅底下這個。哦，那個是自用的，這個是座椅底下。那個是32度電，這個是5度電。哦，5度電那很小啊。可以擴容，10度電、12度電，然後15度電都可以擴容。那這個肯定比那個便宜吧？因為這個配置感覺低一點。沒有，這個比那個貴。為什麼？因為底盤車貴。這個車展呢，很多車其實就是30多萬，90多萬很少見。客戶畫像能買起這種車的，一般都是。第一，他是認識這種東風本是這種車型的這種車企的。第二，他真正是實現了這個時間或財務上的一些自由，才能去駕馭這種車，進行戶外進行旅遊。退休的也行，或者說一些你懂的大老闆之類的都可以開這種車。一定要有時間有錢才行，才能買這種車。哇，退休花100萬買一台房車，還是其實算蠻大的投資。主要這種操作，我感覺還是對他們來說比較野一點。我覺得，所以說，如果說你覺得這個不方便，我們用電動的。我有90多萬，為什麼我不去買個 Class C 的，或者是很舒適的那種車型？很簡單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整個中國很多地方的一些地形不同，對，有沙漠，有丘陵，然後也有山地，包括說也有很多，像你冬天是不是得玩雪？對。那如果說你去安排那種比較舒適度高的，那它底盤性挺低的話，那很多地形通過去能好嗎？能過去嗎？明白。對，越野功能。對，所以說有得有失。動力是多少？是6.7T 的6缸機。這車的話，目前是做到的是4.5噸重。15度電差不多。5度有點。所以說是需要擴容，我們標配是5度。軍轉民的車。我們是國內唯一一家授權改它的。怎麼東風猛志。是煉鋼的爐子，這麼高，哇！首鋼國際會展中心還是有點帥的。哇，
這裡全都是重卡的房車，帶什麼露台，超級 heavy duty， 誰會買這樣的車？我想問一下，這種車一般誰來買啊？就是為什麼會有人開這樣的車？出去又是幹什麼呢？玩法不一樣，有的人買的話为了抵税。买了为啥可以抵税啊？公司买车抵税是最合适的。因为这种车贵，然后钱就可以一下子抵很多，是吗？怎么开心怎么来，对，看开心嘛。那你给我们介绍这里最特色的车。首先，你像这种6米以上的车的话，它是上牌 B2 驾照，然后这种6米以内的话，它是老牌 C 照。这台是我们的办公车，这台是已经卖掉了。哎，你们办公车好帅呀！有没有跟你们办公车相似的？我就想看那种。要不带你看第二大。好，可以。你们办公车有卖多少钱呀？那个598万。你们公司叫什么？诺马迪森吗？这是中国的牌子吗？还是荷蘭諾陽的牌子？你們老闆為什麼會想到做這種重卡房車？本身就是房車愛好者。第一批的烏尼莫克。烏尼莫克是什麼呀？一個底盤。哦。一個卡座，有一個天窗，洗手池，電磁爐，大冰箱。車尾方向的話是一個獨立主臥，然後裡面的床是2米乘1米4的，2米乘1米4。這是衣櫃。它這個做的也是鎖櫃，但是是這樣抬起來，這個不會。然後外面這邊的話是衛生間，是做的乾濕分離的。衛生間，你這個桌子能前後推，然後它不能前後推，它是直升直降的。OK。然後上面的話是一個升降吊床。這個車外面看起來很大，但是進來其實這個佈局就是 Class B 的感覺。因為它的這個水箱和電，然後這些重要設備都在箱體裡面包裹。做完地暖之後，重要設備都在箱體裡面的，所以說空間不會像那種車那麼大。謝謝。這個車賣多少錢？這台車是445萬。445萬。對，就是正常的這種重卡的駕駛室。重卡這是奔馳原裝進口底盤阿洛斯，它是一個 1.7T 的6缸直列發動機。然後這個是一個飛橋版的，然後上面是升頂的，露天陽台可以在上面坐着喝茶。然後這個車是一個分時四驅，帶3把超速鎖。超過6米了嗎？沒有。這車能賣幾百萬呢？258。搬的是有越野需求的客戶。輕量化的重卡，越野需求。可是這麼大的車能到哪裡越野呢？這麼寬，越野不是應該輕一點好嗎？但我覺得它應該是 off-grid， 就是去那種無水無電，它可以自給自足。但是走完全非常越野的路也不適合吧。哇，這個 B 型可以做到雙拓展嘞，就是它上面居然有個露台。哇，這有一個太陽能板做的露台。這個5輪拖掛住起來還是挺舒服的，一個大冰箱，睡覺的地方。看了這麼多的成品房車之後，你有沒有更好奇另外一個問題？這些房車到底是怎麼製作出來的呢？幾年前我手搓了我的房車摸摸，真的是無數的血淚。這次逛展我才發現，現在房車供應鏈市場已經有了很多成熟的方案，比如可升降可移動的桌子、水系統、電力系統、採暖方案，各式各樣的馬桶、升降床，還有很多我以前 DIY 時根本想不到和做不到的設計和升級。所以下一期就跟着 Jade 一起探訪房車背後的製造故事，一台車到底裝配了些什麼，就能變成一個真正的家。北京的房車展還是蠻大的。哇，北京的下午好漂亮啊！現在先跟着 Jade 一起來逛一逛北京吧。哇，水煎包1元1個，醃製辣椒、醬豆腐、臭豆腐，雞蛋3塊5一斤，豆腐1塊2塊，2塊1塊。哎，你好，這個賣豆腐的在哪呢？1塊2塊。1塊。哦，少哪裡？1塊2塊，2
2塊1塊，1塊2塊，2塊1塊。北京的蘋果超級大，好安逸啊！小梨子、枇杷根、堅果，这物价太令我感到驚訝。哇，这個蛇果也好大一顆，6塊錢一斤。人參果在美國按顆賣的，7塊多一斤。哇，藍莓。這全部都是10塊錢一斤。哇，這個好漂亮啊，各種各樣的。那個好吃唄。哇，這可以做盤菜。刚放完了，1分鐘就放完了。感覺小巷子好熱鬧啊，都是老北京。老北京燒餅，看這價格，麻醬燒餅1元1個，哇！你們最喜歡吃哪種燒餅啊？椒鹽的多，椒鹽的多。椒鹽哦，在等椒鹽是吧？那好吧，那我也等一等椒鹽。這個物價是不是特別便宜啊？在北京還可以，好吃。價錢擱一邊，主要是好吃。好，我也嘗嘗看。離這老遠啊。嗯，对。我在成都待了得有1年多，那兒的文化就是遍地麻將館、茶館。嗯。女同志工作，男同志比較休閒。是嗎？這是那5個吧？有5個。好，您走好，吃好。謝謝。交了一個啊。嗯。我也給我椒麻5個吧，哇，好開心啊！北京的椒鹽燒餅，買碗豆汁兒，然後我們這個豆汁兒是怎麼做的呀？它跟豆漿有什麼區別啊？這是發酵的，綠豆發酵。這個要是上火，喝點這種特別方便。多少錢？2塊。北京的物價還蠻接地氣的。嘗一下這個豆汁兒。你嘗一下 ，open 一點，不臭，它不臭，它不臭。嘗一嘗，我們沒喝過就嘗一嘗，我不熟悉的大部分不好接受，但是我让他弄了2個椒鹽和麻醬。哦，我覺得這個豬油好香哦。但是我跟您說哈，你要是燉雞燉魚哈，盡量是白酒，高度的白酒，那去腥味的效果，那肉燉出來特別好吃，大时候你说，酒是一種文化，你看咱們中國人呢對這個酒。師傅，你學這個學了幾年了呀20年。那你就是除了切還會烤，是不是？就是一整套的。對。難嗎？烤鴨，在家裡可以自己烤嗎？可以。它是需要先醃一層東西嗎？不用醃。那怎麼顏色這麼漂亮？掛着糖水。然後風乾1晚上。對。然後烤。是。鴨子什麼鴨都可以嗎？還是要專門挑肥呀、瘦啊之類的？甜鴨。甜鴨。是鴨子也就1個來月。哦，小鴨子，好漂亮，這樣擺的。